有些时刻你会体会到这就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而今天这款扫地机器人就给了我这种感觉，从一般的自动扫地、自动拖地到自动集成，到同时具备清洗抹布和烘干抹布。最有趣的是，你可以直接跟它对话，指挥它做事，再也不需要用 App 去操作它。而这一款跨时代的扫地机器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科沃斯的 X1 Omni OK Eco。我在这里。好，那使用了这款机器一阵子之后，这款扫地机器人真的是将懒人的境界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领域，我称之为懒人神器或者婚姻拯救者。因为一般的扫地机器人2天或者是1周就还是需要自己手动的去清洁集成盒，如果你是想要拖地的话更是麻烦，每次拖地都要自己手动加水，结束时还要清洁抹布和晾干抹布，每一次哦。那这一款跨时代的扫地机器人是市场上第一台同时具有自动集成和自动补水，外加清洁烘干拖布的扫地机器人。能够这么懒人这么强大，最重要的关键点就在于它的基站，也就是它处理集成和清洁烘干拖布的地方基站。那首先我们现在聊它自动集成的效果。一般而言，自动集成都会担心说它的集成效果是不好，怕它吸完之后灰尘其实都还卡在机器人的体内。那不过这个画面是我清洁了全家5次之后，扫地机器人内集成盒的画面。那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自动集成的效果算是蛮好的。一般家中的灰尘或者毛发都有被吸走，机器人体内非常的干净，灰尘都吸到了基站的集成盒去。那基站内它也具备了 2.5 升的集成袋，而当你的集成袋满的时候，你去处理垃圾的方式也非常优雅，就当拿起来集成袋就会被封起来，就不会尘土飞扬，也不会每次清的时候都要过敏戴口罩，而且完全不会弄脏自己的手。那集成袋一次大概可以使用30天上下。然后接着我们来聊一下它的自动清洁抹布和热风烘干。基站内也具备4升的清水箱和4升的污水箱，会在每一次扫地机器人返回基站时清洁拖布。那也会在清洁后将污水集中到污水箱内。那我自己实测基站的水箱大概可以清理拖布大概20次上下。那基站内的清水箱没有水的时候，你的 App 也会自动的提醒你。所以基本上我真的超懒，我都是等到 App 提醒我说没有水了，我才去加水和换水。那清洁完拖布之后，还有一个拖地机器人最麻烦的地方就是你要晾干你的拖布。那之前我都要自己找地方把它挂起来，真的非常的麻烦，而且还要等好久它才会干。那这一次这台基站具备了自动热风烘干，烘干的时间可以选择2个小时、3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那热风烘干的时候，它会抑制细菌的滋生。那除了热风烘干以外，它真的很扯，它还具备了银离子的除臭。它会释放可以除臭的银离子到清水箱内，那进而带到整个拖地的过程和清洁抹布，而且还透过这个功能让你的污水箱不会具有臭味，不用说每次清洁完之后都要马上去处理污水箱，真的是非常的方便。然后接着我来聊聊它内建的智能助手 Eco。基本上以往的扫地机器人，你就要叫它做事，你都必须来透过一个可能 Google 助理或者是小爱同学，那顺序就变成说你叫 Google 助理， Google 助理才去叫扫地机器人做事。但是这一款真的超级聪明的，它是你可以直接跟它对话的，可以直接叫它开始打扫，或者去某个地方打扫，像是你可以跟它讲说去沙发底下扫一扫。这是完全不需要透过手机 App 去操作，跟之前的扫地机器人完全是不同档次的。那不过这个功能虽然很方便，但是我还蛮不建议你叫它清洁打翻的饮料或者是打翻的酱油，原因是因为这种东西是一个湿的污渍。那它虽然这个扫地机器人是有能力去打扫，而且打扫完地板也会很干净，但是这种湿污渍难免还是会沾染到扫地机器人的其他部分，像是左右的刷头或者是轮胎的部分，你就会需要花额外的时间自己去清洁它的扫地机器人，就有点麻烦，所以这个蛮不推荐。然后你刚刚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就是我刚刚讲说，你可以叫它去清理沙发底下，这个功能你不觉得很神奇吗？因为它怎么知道哪个地方是沙发底下？所以这边我就要来聊聊它下一个厉害的地方，也就是它可以搭配 3D 建图。那能够做到 3D 建图，是因为它具备了 AV 3D 和 AI 的物件识别，它可以在打扫的同时自动建立 3D 地图。
辨别出家里的家具和你的格局，因此它可以知道说哪个地方是有哪些家具。所以说，当你叫它去打扫沙发底下的时候，它才会知道说，哦，这个区域是沙发底下。不过根据我这一阵的使用经验，就是如果单纯使用自动打扫，就希望它会建立好 3D 地图是有一点点困难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是想要使用 3D 地图的话，你还是依赖人工的建立会比较快速。那建构好之后，你可以明确的跟他讲说你要去沙发底下扫啊，或者去哪里。那他每次打扫的时候，你也可以立体的观看他打扫的画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疗愈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也想聊聊他平面建图的能力，也就是第一次打扫家里时扫描家里地图的速度。非常的强大，它的快速建图能力真的很强。它大概3分钟就把我30平的家里的空间整个建置完了，我觉得真的是蛮厉害的。好，然后接着我们就来聊聊它的避障能力和它的导航能力。那首先这一款真的很猛，因为它具备了影像识别、3D 结构光，也就是 Direct Time of Flight。DTOF 的激光导航，而且它还具备了自动驾驶的晶片，真的具备超级多能力的。那这一阵子实测下来，它几乎不太会用碰撞去感应说那物品是不是在那一个地方，即使有轻碰到，它就知道说那边有东西，那就不会再额外的去碰撞它。那几乎所有时刻都是它遇到障碍物，它就直接绕过去，这一点真的是非常不错。那我这边实测了袜子、电线还有塑胶袋，因为相信有用过扫地机器人的人都知道，这几样都是他们非常喜欢吃的食物，爱吃又会拉肚子。那在测试过程中，这台扫地机器人完全没有吃进肚子，甚至都完美的绕开了它们，连碰都没有碰到。而且其中最让我讶异的就是塑胶袋，因为这种东西其实有点半透明，真的是不太好侦测到。然后这时候邪恶我又想到，塑胶袋有很多种啊，会不会是这一款塑胶袋，就是这款白色塑胶袋它不吃？那我是不是还可以测测看红色或者是透明的？特别是完全透明的这一种，会不会他就喜欢吃透明的？于是我又测试了一次，结果这一次他还是全部都避开了。虽然说透明的塑胶袋它有稍微碰到的状况，但是它完全没有说要压过去的意思。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有侦测到透明塑胶袋的，那真的是非常的夸张。此外，因为它是扫拖，所以有些人会好奇说，会不会你家的地毯被它爬上去，然后把整个地毯打湿？那我这边实测下来，它只要是遇到地毯的类别，如果是扫拖的模式的情况下，在扫地机器人都会直接避开。即使你是那种很薄的地毯，像我家的地毯就超级薄，它会绕过去，就不会硬爬上去，然后把你家的地毯全部打湿。所以这点真的是还蛮不错的。那至于路径规划的部分，就是它的打扫路径就是沿边清洁一次之后，再 Z 字形的内部清洁，基本上我觉得算是一个蛮干净也蛮有效率的一种模式。好，然后接着我们来聊聊它的打扫能力和它的拖地能力。基本上这2点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因为使用这几天下来，我觉得它的打扫能力是完全 OK 的。首先就是它具备市场上最强的吸力，高达了5000%，超级夸张的一个数据。基本上灰尘、毛发都一定吸得起来。那不过说到这个部分，我还想提及一点，就是头发缠绕的问题。基本上缠绕的问题还是会有，不过这个也不会影响到使用，就是你只要一阵子去清洁一次就好。那而拖地的部分的话，它采取的是加压旋转的方式，基本上就跟你用拖把的方式是一样，就是下压然后再做旋转。那这2块拖布都会使用6N 的下压力道，搭配每分钟180转的高速旋转去拖地。这款扫地机器人真的很贴心，在拖地的过程中，它怕机器人拖到脏污后，整个拖把脏掉，还到处拖，把家里拖得越来越脏的情况。它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它提供的方案是，它在一定的频率内，它都会回基站做清洁拖布的功能。那目前可以选择的频率是10分钟、15分钟和25分钟这3个频率去做选择。那我这边还蛮推荐说，如果你可以根据你打扫一次家里所需要的时间，自己去推算合理的频率。像我的习惯是，我家里地板都蛮干净的，那我习惯是它打扫一趟的过程中，我只让它洗1次拖布。那这样基本上水箱的时间就会使用比较久，那我也可以不用这么频繁的去更换水箱，算是一个非常懒的一个动作。然后此外，如果你想单纯使用扫地模式也是可以的，但是这时候你就会需要手动的把拖布拆卸下来。所以基本上
我都是使用扫拖模式，反正拖布现在我也不用自己洗，也不用自己烘干，就是很方便。好，那最后我来小聊一下其他的细项。那有些人会在意的第一点就是它的运转的音量。那很多人会怕打扫的时候音量过大。那这边的话提供的吸力档位有分4种，分别是静音、一般、最强和超强。不要问我说为什么最强不是最强，这真的是蛮神奇的。那总之我这边实测了每个吸力底下的音量。那我个人觉得，如果家里有人在房间内睡觉的时候，我会建议你使用的吸力是静音，因为基本上静音就已经蛮强了。那如果你要使用到一般的吸力的话，即使是房门关着的，它还是会稍微打扰到睡眠。然后此外，这一款非常有趣的是，它还具备了远端的影音功能。你可以透过它扫地机器人的前镜头来查看家里的状况，甚至透过麦克风和喇叭来跟家里的人做对话。那你也可以用这台去逗逗家里的宠物，像是猫猫或狗。那这边的话，你也可以拿这台来巡逻你家，我觉得就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设备。那当然讲到这里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担心说治安的问题，毕竟它可以听到家里的声音，甚至可以到处查看家里的状况。不过这边也不用担心，因为它是有透过了独立第三方的验证，也就是德国的莱茵隐私保护认证，所以治安的部分这边我是比较放心的。好，然后最后来讲一下安装这款扫地机器人你可能需要注意的一些小事情。像是这款扫地机器人，它的身高是10.35公分，那可以量测一下你家沙发底下它是不是可以进得去的，会不会卡住。那此外比较要注意的是这一款的基站大小，因为它搭配了水箱和集成袋，所以它的基站的体积真的是蛮大一个。我在收到之前已经有先自我预防针跟我自己讲说，这个基站应该会不小。不过我在收到的时候还是觉得哇，真的是蛮大，所以你可能家里要先设想好一个空间是它可以摆放的。好，然后最后就是它的 App 内的部分，因为我在测试的时间算是比较早期，那 App 还是会遇到一些的小 bug， 像是它的单拖模式会一直转圈圈，或者是它的 3D 地图内你在建构家具的时候，它旋转家具按钮会消失这种小问题。那基本上这种小问题我也反映给干爹了，那基本上都会尽快的解决。那我们就一起期待之后的更新咯。好了，那差不多就是我使用一阵子之后的心得。那我个人觉得这一款真的是一个跨时代的产品，完全不需要自己去清洁拖布，也不需要晾干拖布，真的是太爽了。家里的地板因为它每天都有拖，真的就是干干净净，你踩上去就不会有那种粉尘的感觉，让人心情非常愉悦。那基本上扫拖机器人这种产品，我个人会觉得是送礼的首选，或是拿来拯救你的婚姻也非常适合。总之蛮推荐这台扫拖机器人。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底下留言，那我会把详细的产品资讯放在底下的资讯栏，那有兴趣的赶快去看看吧。好，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就帮我点个喜欢，记得订阅、分享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悄悄，拜拜。